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很多人都有的疑惑，为什么牙医都狂推植牙？难道缺牙后只能植牙吗？事情没这么单纯。有一位在牙科界打滚30年的资深牙医透露一个行业秘密，原来还有一种更省钱、更安全的选择，不但费用便宜90%，还能保住你的好牙。你没听错，省下90%的钱，而且不用伤害任何健康的牙齿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，看完后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牙医为什么那么爱推荐植牙。近年来，植牙被视为牙科界的明星疗程，因为它号称能恢复接近真牙的咬合力，外观自然又不伤旁边的牙齿。对患者来说，植牙听起来像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，缺哪补哪，不用戴假牙，也不用磨邻牙，何乐而不为？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植牙背后还藏着现实的考量，其实就是钞票的味道。在健保无法给付植牙的国家，植牙完全靠患者自掏腰包，这让植牙成了牙科诊所的重要收入来源。许多牙医诊所甚至把植牙当成营运重点，满街都是植牙广告，牙医们也乐此不疲地推荐。原因很简单，植牙的利润相当可观，一颗植牙收费往往是数万甚至十几万元，但其中的材料成本和实际耗费远低于收费价，差额就是诊所和医师的报酬。打个比方，种一颗人工牙根进去，诊所可能赚到相当于帮你补10几颗蛀牙的收入，利润这么高，再加上植牙技术成为趋势，难怪牙医们逢缺牙必谈植牙。更有甚者，业界还流传着一些听起来令人心惊的做法。有报道指出，某些不肖牙医为了多赚植牙费，会怂恿病人多拔几颗牙一起植。本来你可能只坏了1-2颗牙，他却建议你干脆拔掉旁边其他看似完好的牙，一次种上多颗植体，借此提高收入。这种过度治疗的行径在行内竟然是公开的秘密。当然，多数牙医并不至于这样黑心，但我们做病人的也要提高警觉，不要盲从单一医师的建议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植牙不好，植牙技术的确改变了许多缺牙患者的生活品质，也有很高的成功率。然而，牙医口中完美的植牙背后，其实潜藏不少风险和代价，只是很多人不清楚。首先是费用，植牙昂贵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一口牙齿如果大范围缺失，全口植牙下来甚至可能要价数十万到上百万元，对一般家庭而言是极沉重的负担。很多长辈砸下多年积蓄去植牙，牙齿好了，荷包也瘦了一大圈。再来是手术风险，植牙毕竟需要开刀，在齿槽骨钻洞植入金属螺丝，这是一个侵入性的手术。手术过程中，如果医师技术不好，可能伤到神经，造成麻木，或是不小心打穿上颚的鼻窦，引起各种并发症。即使手术顺利，植牙后也需要几个月让骨头和植体生长结合，期间一不小心感染发炎，就可能前功尽弃。更严重的是植牙的长期隐忧，许多人以为植牙一次搞定可以用一辈子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可能没听过植体周围炎这个名词，它指的就是植牙周围的骨头和牙肉发生慢性发炎，会让固定螺丝所在的骨头逐渐溶解。一旦骨头流失过多，原本稳固的植牙也会松动甚至脱落。简单说，花大钱种下去的人工牙根，有可能几年后变成松动的定时炸弹。如果真的不幸植牙失败，要重新处理，还得再挖除残留植体，补骨，再次手术，不但折腾身体，更是再次烧钱。最后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有些牙医在你的牙齿还没到非拔不可的地步时，就急着拔掉来植牙。对病人来说，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真牙更好了。就算科技再进步，植牙也只是仿造品，无法完全复刻真牙的感觉。只要原本的牙根还有一线生机，多数情况下都应该优先尝试保留。然而现实中，某些诊所为了方便或利益，可能不积极帮你保牙，而是直接建议拔掉换成植牙。对此，日本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牙医甚至劝告大家，凡是遇到医生一上来就叫你拔牙、猛推植牙等自费疗程的，拔腿就走，另请高明。这话虽然重，但点出了不良医疗的乱象。我们作为患者一定要记住，能不拔就不拔，先设法保住自己的真牙才是上策。
那假如真的碰上无法保留、必须拔掉的牙齿，难道只能靠植牙重建吗？其实，在牙医工具箱里，传统上还有2大方案，一是活动假牙，二是固定牙桥。只不过这2种方法各有缺点，所以近年才会被植牙风潮压过身世。先说活动假牙，也就是俗称的活动假牙托或假牙片。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做一个可拆卸的假牙，靠金属钩子或基座卡在剩余真牙上，需要的时候扣上，不用时可以拿下来清洁。活动假牙的好处是价格便宜，制作快速，而且不需要手术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大致有3点。第一，体积较大，嘴里要含着一块塑胶或金属托板，异物感强，讲话、吃东西时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。第二，固定力有限，咬东西太硬可能松脱移位，吃东西得小心翼翼。第三，有些金属卡环会外露，不够美观。总之，活动假牙比较像是将就用的方案，实用性有，但舒适度和美观度都差强人意。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其实很抗拒嘴里装传统假牙，觉得那是老人专用的东西，这也可以理解。再来说固定牙桥，这种方法问世已久，原理是利用缺牙两侧的健康牙齿做支柱，牙医会把缺牙左右2颗邻牙磨小，套上牙冠作为桥墩，中间悬空挂上1颗假牙做桥面，3个连成一体，就像架起一座桥，填补缺牙的空隙。固定牙桥相较活动假牙更加稳固，也更美观，因为是假牙粘死在牙齿上，不用担心脱落，可以比较用力的正常咀嚼，而且外观看起来跟真牙几乎一样，听起来不错吧？但固定牙桥最大的问题是它伤邻牙，为了装桥，两侧那2颗好牙得经过大幅度的磨除，磨得像削铅笔一样细，原本健康的牙体结构被牺牲掉大半。这不仅让好牙变脆弱，还有可能因为磨牙过多导致牙神经受损，日后发生疼痛，甚至需要抽神经治疗。简单说，装一座3单元牙桥，等于先毁掉2颗健康的牙来补1颗缺牙，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。而且如果将来其中一个桥墩牙出问题，比如邻牙蛀坏或松动断裂，整座牙桥就报销，3颗一起要重做。由于固定牙桥有这些先天缺陷，很多牙医自己内心也明白，它其实不是最理想的长久方案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想问，既然活动假牙跟固定牙桥都有不足，难道除了植牙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？其实还真有，而且很多牙医自己都低调使用，但却很少主动告诉病人。这个隐藏版的方案就叫做连接桥，又称为马里兰牙桥。这正是开头提到的省钱又安全的王牌选择。什么是连接桥呢？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，想象一下，把1颗仿真的假牙靠一对特殊的小翅膀粘在缺牙2侧，临近牙齿的内侧面，于是它像一座隐形的桥一样跨在那里，把缺牙的空隙填上。整个过程不需要在牙槽骨里种任何螺丝，也不用大幅磨小邻牙，更不必带着一大块活动假牙到处跑，就是用专门的粘合剂把假牙固定在旁边好牙的表面，达到缺牙修复的目的。这就是连接桥的原理，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？连接桥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，最早由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牙医提出设计，因而得名马里兰桥。不过早期的连接桥因材料和技术限制，可靠度一般，曾经发生过粘着剂老化脱落，假牙掉下来的问题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它被当成一种临时或权宜的方案，并没有取代传统牙桥或植牙的地位。然而，随着近几十年牙科材料学的进步，现代的连接桥已经大幅改良，现在使用的粘着剂粘性更强，连接桥的结构设计也更加科学，有时甚至可以做到几乎不磨牙就牢牢粘住。此外，新的增强材料，例如特殊纤维、树脂、高强度陶瓷艺板等问世，让连接桥变得更耐用，使用寿命动辄可达10年上下。这些进步使得连接桥重新受到重视，逐渐成为某些情况下的优选方案。那连接桥到底有哪些优点，能让资深牙医称它比植牙好10倍呢？简单来说，连接桥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第一，保护好牙。连接桥最大的卖点就是不伤旁边的好牙，它几乎不需要磨除邻近的健康牙齿，最多只是在牙齿背面轻轻磨出一个小小的凹槽，以增加粘着面积，而且深度通常不到半毫米，完全不会伤到牙神经。相比之下，传统固定牙桥要把邻牙磨掉至少6-7成的体积，差别是不是很惊人？对那些邻牙完好又不愿意为了一颗缺牙牺牲2颗好牙的人来说，连接桥无疑是最友善的选择。第二，价格实惠。连接桥的费用通常只是植牙的零头，由于不需要植入昂贵的人工牙根，也不用进行手术，所需的材料和人工都相对少，因此总费用往往不到传统牙桥的1/3，不到植牙的1/5。简单举个例子，如果植牙要花10万元，那么做连接桥可能只要1-2万元就搞定，省下的钱相当可观。对预算有限或者年长又不想花大钱受大罪的朋友，连接桥让你用不到1/10的价格就能恢复缺牙的功能和美观。第三，安全舒适。由于免除了手术风险，连接桥相对非常安全。装连接桥就像补牙一样，只需在牙齿上粘贴修复体，不用动刀钻骨头，没有手术并发症的顾虑。对一些高龄或有慢性病、不适合全身麻醉和外科手术的患者，连接桥是一种更保险的方案。另外，连接桥是固定在口内的修复物，不会像活动假牙那样有一大片异物占据口腔，也没有假牙易滑动的困扰。同时，连接桥的外观和功能都接近真牙，不会有金属卡扣外露的问题，笑起来更加自然，装好后的感觉很自然，吃东西讲话几乎和真牙无异。很多用过的人都反映，连接桥戴上去后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舒适度远胜传统活动假牙。不过，凡事有利必有弊，连接桥也不是完美无缺的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也要谈谈连接桥的局限和潜在缺点，免得到时候期望太高反而失望。首先，连接桥并非适用于所有缺牙情况，它最适合的是缺一颗牙的小缺失案例。如果缺牙数量太多，桥身过长就容易断裂或脱落，一般不会考虑用它修复多颗连续缺牙，更别提半口或全口了。如果缺的是后方大臼齿，由于承受的咬合力特别大，连接桥也较容易失败，医师通常不建议使用。此外，连接桥对缺牙周围剩余的牙齿条件要求也比较高，邻近的基牙必须相当健康，不能有松动、严重蛀牙或大范围补过的痕迹，否则粘上去也不牢靠，甚至会加速原本不良牙的损坏。如果你的邻牙本身情况就不好，那医师可能根本不建议用连接桥，因为粘不上去或容易掉都是白忙。第二，连接桥的使用寿命一般比植牙和传统牙桥要短一些，统计上连接桥平均可以使用5到10年左右，保养得宜的情况下也有撑更久的案例，但总体来说它仍然更偏向一种中短期的解决方案。传统牙桥常常能用10年以上，植牙如果照顾得好，20年以上也不奇怪。而连接桥因为靠树枝粘剂粘贴，时间久了胶水会老化，再加上日常咬硬物、啃冰块，或者有些人爱咬指甲等不良习惯，都可能让它提前松脱。有人形容连接桥就像牙齿的创可贴，是救急用的暂时方案，不能奢望一贴永逸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用了5到8年掉了，你还是可以选择重新粘回去，或者改做植牙也不迟，相当于争取了一段时间和经济缓冲。第三，连接桥对口腔卫生的要求较高，假牙粘在真牙上之后，一定要特别注意清洁，尤其是连接翼板与邻牙结合的地方，容易卡牙菌斑和食物残渣。如果清洁不到位，久了邻牙可能会蛀牙，甚至出现牙周问题，到时连接桥也待不住。所以装了连接桥的患者，刷牙之外还要学会使用牙线穿引器、冲牙机等工具，把桥体缝隙周围清理干净，维持牙齿牙肉的健康。只要口腔卫生做得好，连接桥才能安心用得久。举个真实案例来说，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因运动意外摔断了一颗门牙，由于他还在成长期，医生不建议立刻植牙，因尾降来颌骨发育可能会改变植牙的位置。
但如果装活动假牙，又怕影响生活和外表，于是牙医为他制作了连接桥来修复缺牙，只用了临近牙齿内侧一点点空间，就牢牢粘上一颗仿真的门牙。这位年轻患者无需手术就重新拥有了灿烂笑容，而且等到他年纪足够，骨骼定型后，仍可以选择是否改做植牙，完全没有延误治疗时机。再比如一位70多岁的伯伯，因为一颗后槽牙坏掉而拔除，本来牙医建议植牙，但伯伯本身有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，开刀风险较高，费用也让他却步。后来另一位资深牙医评估后，替他改做连接桥，手术免了，只花原本不到1/10的费用，就粘上一颗假牙填补缺牙。他术后立刻就能正常吃饭，也不用担心植牙手术的并发症。这位伯伯直呼自己遇到了良心医师，帮他省钱又解决问题。这些例子证明，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选择连接桥，确实能让人获得满意的效果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对连接桥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。或许你会疑惑，如果连接桥这么好，为什么平常看牙医时很少有人提起？为什么有的牙医甚至从没给过我们这个选项？原因其实不难理解。首先，连接桥在牙医圈一直处于有点冷门的地位，不是每个牙医都熟练这项技术，它对医师的粘着技巧和病例筛选要求比较高，需要细心制作和定期追踪。一些牙医可能嫌它麻烦，或者缺乏相关经验，不敢轻易尝试。相反地，植牙和传统牙桥都是牙医训练中标准的课程，流程成熟，设备齐全，医师做起来更有把握。其次，从经济角度考量，连接桥的利润确实不如植牙，那动辄好几万的收益，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，一颗连接桥收费也许只等于植牙的1/10，甚至更少。对一些以盈利为导向的诊所来说，当然更倾向推荐贵的方案。而且连接桥如果日后脱落，医师还得花时间重新粘贴或维修，算是比较劳心费力的工作，但收费却不高。有些医生干脆懒得提供这种服务。此外，部分牙医对连接桥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旧观念，认为那只是权宜之计，不够牢靠长久，所以即使现在材料进步了，他们也习惯性不考虑。对患者来说，如果你遇到的牙医刚好不熟悉或不认同连接桥，自然他就不会跟你提起，你也就无从知道还有这个选择。话说回来，连接桥并不是要取代植牙或所有传统疗法，它只是在特定情形下提供了一个折中又聪明的额外选择。真正负责任的牙医应该在评估你的情况后，把各种可能方案的利弊和费用都坦诚地告诉你，无论是植牙、牙桥、活动假牙还是连接桥，然后和你一起讨论最适合的决定。如果你的牙医只顾着推销最贵的那个，而对其他选项只字不提，那你可能就要多长个心眼，甚至考虑咨询第二意见了。总而言之，连接桥这个行业秘密，如今已经不算什么秘密。越来越多有经验的医师开始在合适的患者身上采用这种方法，在对的条件下，它确实能以低成本、低风险达到接近植牙的效果。当然，每种疗法都有适用范围，连接桥也有它的限制，我们不能过度神化。最好的做法是充分了解各种治疗的优缺点，和医师坦诚沟通，一起找出符合自己需求和预算的方案。希望今天这番深入探讨能让你在面对牙齿医疗抉择时多一分底气。下次如果牙医再狂推植牙，你就可以冷静地问问医生，我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？搞不好正能为你省下大笔钞票，保住更多好牙，真正做到既省钱又安心。